万叶终于复刻了，小萌新抽到不会玩可不行。今天一个视频让你的万叶变成夜天地。这一期视频讲的比较细啊，可能视频有点长，大家可以耐心看完，也可以点赞收藏一下。万叶灵命就是完全的，完全没有必要抽命座和专我。当然，如果你非要抽的话，抽个2命加专我更好。首先，武器最好的肯定是专武，苍古自由之势。没有这把专武，我们就用精炼5级的西弗斯月光来代替，能精武最好精武一下。铁缝刺啊也可以，铁缝刺不需要精炼。还有那把活动送的一把雨伞的精通武器也可以用。如果实在都没有的话，3星的武器暗铁剑了解一下也可以。但是那个暗象闪光的话，副雕虽然也是精通，但是他加的精通太低了，不推荐。祭礼剑大视野也是很舒服的，其他的武器就没有值得推荐的了。接下来万叶的圣遗物必须要带4封套，没错，必须要带4封套。当然45级之前我们可以用教官4件套度过。如果你要是满命的万叶想要玩主 C 的话，那你就可以带2+2了。圣遗物的词条，那个花和羽毛尽可能的去多堆一点精通啊，精通越高越好，最好能70-80分的精通。沙漏精通沙，杯子精通杯，头精通头，全部带精通就可以了。只要你刷到，你可以无脑拉满。这位粉丝的话，他的这个号带什么攻击杯啊？虽然他是满命，但是这个圣遗物带的也是比较差的。万叶他圣遗物只要主词条对就可以无脑拉满了，因为双爆你又刷不到，对不对？接下来看一下万叶的命座效果，一命效果减少元素战绩10%的冷却，并且你开大招会清空那个元素战绩的 CD 啊。2命是关键命座，2命开大招给全队所有的角色加200的精通。4命的效果可以给万叶恢复抽能，但是满命的效果是关键命座。为什么说只有满命的万叶才可以当主 C 呢？释放元素战绩元素爆发后5秒内获得高规的风元素附魔呀，并且每1点精通会强化那个普攻重击下了攻击，提升0.2%的伤害。也就是说，1000精通的万叶释放完元素战绩或者元素爆发之后，普攻重击下了攻击，提升200%的伤害，是不是很离谱？这就是满命的万叶，这是神啊！满命的话，克老抽着玩玩就算了，咱们0命的万叶已经是完全体了。满命的万叶，你要是带圣遗物的话，带2封套加2楼阁，圣遗物词条选择精通沙、风伤杯、暴击爆山头就可以了。武器雾切啊都是可以带的，专武也行，只要注意一点，满命你想打主 C 不要点班尼特6命啊。接下来是万叶的天赋呀，万叶的天赋理论上是可以不点的，点了的话它伤害更高，点了的话一技能和大招对点。一技能它有2段，第一段是起飞，第2段是下落攻击伤害啊。第2段是普攻的倍率，我们需要看那个，打开这个天赋看普攻的下落攻击的倍率，就是这个280的这个倍率。下落攻击要看这个伤害，它是2段伤害，第一段是元素战绩伤害，那个下落它是要看你普攻倍率的，你普通攻击点的越高，它的伤害就越高，但其实意义也不大，咱万叶又不是用来打伤害的，它最牛逼的是增伤啊。元素战绩的话，在空中也是可以使用的，在空中可以用元素战绩飞一下，并且还会恢复少量的体力，这样我们爬山爬墙都比较舒服。比如我们卡在这里了怎么办？卡在这里我们直接跳一下就直接跳上来了，用元素战绩直接飞，还能恢复体力，是不是很爽？所以说万叶大视野 T0 你直接跳一下直接过来了，还能恢复体力，特别爽。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天赋上，接下来是大招了。大招比较简单，大招展出一个领域并且扩散，如果圈里面有元素啊就会产生附加的元素伤害，一会儿给大家详细的讲一下以及怎么扩散的。先看一下固有天赋1，释放元素战绩，如果接触了水火冰雷元素，下坠的时候会额外附加200%的对应的元素伤害。比如说如果你下坠扩了火，它会额外获得200%的火伤，就是有点用，但是大家不用记这个东西。最主要的是万叶之所以被称为夜天地，就是因为固有天赋2，这个需要记一下，非常非常重要的知识点，圈起来，回头要考的。固有天赋2，万叶触发扩散反应后，每1点的精通会为全队获得0.04%的对应元素伤害的加成，持续8秒钟，并且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元素伤害加成可以共存，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打出双扩散。这就意味着如果你的万叶有1000精通，扩散了水元素，怪物会降低40%的水抗性，但是你的全队会获得40%的一个水伤加成。来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，万叶现在火伤是0，它这个万叶很烂，精通只有600多，660的精通，不到1000。然后我们看一下班尼特挂个火，万叶扩散一下，
看面板，万一现在是26.4的火伤，是不是很牛？不只是万一啊，所有的角色全队加这个增伤。叶兰挂个水，挂完水之后我们切万叶扩散一下。好，万叶扩散了水，怪物会减水抗，我们会加水伤，加了26.4%，万叶加了水伤。看班尼特水伤加成26.4%，叶兰的话之前有水伤，现在是88了，是不是很牛？不但只给自己的角色加水伤，怪物身上有向下的黄色的箭头，这就是减了对应的水抗性。四风套的效果，这个效果持续10秒钟，因为它是2命的万叶，对吧？2命万叶加精通，我们先用叶兰给它挂个水，之后再开大招。2命万叶加精通，对吧？加200，看面板，现在是变成了800多的精通，水伤加成从26变成了34，然后叶兰的水伤变成了96。除此之外，其他的几个角色都是有水伤的加成，这就是扩散增伤的原理。懂了这个原理，你一会儿就知道怎么双扩散了。因为这个号主的万叶比较烂，连个精通头、精通杯我都没找到。叶兰大招上个强水，然后班尼特上个强火，切万叶 E， 然后下了重击，这个时候完成了双扩。看一下面板，同时获得了火伤加成和水伤加成，29.1的水伤，29.1的火伤。不但万叶有了，4个队友都有这些增伤啊，毕竟是高贵的夜天帝嘛。因为万叶的 E 技能，它可以飞起来扩散一次，下落也可以扩散一次，这就是双扩。当然，你要是直接开大的话，也是可以完成双扩的。叶兰的大招是一个强水，班尼特大招是强火，这个水它不会消失，怪物头上还有弱水，我们 E 扩水，然后下落扩火，这样我们就轻松的完成了双扩。但因为他的万一是2命啊，2命肯定不一样，2命可以开大的。首先普攻一下，挂个水，然后万一直接开大招，扩水元素，然后 E 技能。再下落扩火元素，也是完成了双扩，从刚刚的29变成了现在的41的一个元素伤害加成啊，这个加成是非常非常恐怖的。其实万叶的双扩原理很简单，我借了一个团子0命0+0的万叶，带了一把铁缝刺，没有命做，你班尼的先放大也好，再放个那个公子给他挂个水，E 技能切万叶先放 E， 然后再下落，第一段扩了水，第二段扩了火。这样就是轻松的完成了双扩，因为他的精通900多的精通，然后是火伤和水伤加成都是39点几39.7。0命的万叶对于小乌龟的增伤有多牛啊？小乌龟裸大的话是一个15000的一个伤害，但是如果有万叶之后，它的伤害会变成质变，非常恐怖。还是这个小乌龟，还是一个先挂冰，然后万叶值扩散一下，再切小乌龟裸大。从15000变成了23000，哎，就吃了一个4风套的减抗，再给林华来个40的增伤，哎，就这么牛。知道了万叶扩散之后它就能增伤，那么而且它这个增伤是没有上限的，没有上限，那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整活了。小乌龟的起始冰伤是73，满命的猫猫迪奥娜可以给全队加上200的精通啊，站在圈里加200精通，纳西达加250的精通，万叶扩散一下冰元素。那这样的话，小乌龟一个大招下去之后，看一下那个冰元素伤害加成168.9的冰伤加成，这是什么概念啊？非常的恐怖。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吃个冰伤药，那它的冰伤加成能达到多少？这里也是把号主唯一的一个冰伤药直接给它吃了，看一下效果。没错，小乌龟的冰元素伤害加成193.9，如果2命的万一，它的冰伤能达到200%，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来个班尼特，来个小姨，只要打融化，每一转10万加以上。但显然这是不现实的呀，只能用来整活。公子裸大的话就是裸蒸发，吃个班尼特也才8万多，但是万叶扩散一下水元素啊，这是双扩了。双扩完之后开大招，好13万，一下提了5万，万叶的增伤是不是很牛？再给大家讲一下增伤扩火的原理啊，为什么可以同时双扩呢？班尼特有一个被动啊，天赋大招的被动，在班尼特的圈里面获得火元素附着，也就是说你在班尼特大招圈里面，你脚下你那个血条上面有一个小火苗，有小火苗，你在万叶的就是放完 E 下次下落，它必然是扩火。公子开大招挂强水，班尼特强火，他头上还有水，对不对？没有消失，大概闪了2下就消失了，1秒钟。1秒钟之内你万叶直接1Q 就行了，你再挂个水，你进这个圈里面，
你身上就有小火苗；怪物头上有水，然后你身上有火，开 E 扩水，然后下落扩火。这样的话，你就完成了双扩散。然后39.7的一个火伤加成给到了万亿，水伤加成39.7，同时怪物减少40%的水抗性，40%的火抗性，这就是双扩的一个威力啊，还是很巨大的。最牛的是这两种增益效果，所有的队友都能吃到，班尼特也能吃到增伤。香菱的话，火伤直接干到了86，水伤39.7，虽然说水伤对他没有什么用啊。接下来给大家讲一下元素扩散的顺序啊，比如说。这边我们用干预给他们挂一个非常厉害的兵啊，直接干预开大招，全部挂兵。队伍身上有兵了，我们再用班尼特给队伍挂个火，这万一直接开了，他必然是火圈，绝对会燃火。这个是为什么？这边给这个小球球人，我们给他用干预给他挂一个兵，他身上拿着火把，但是我们给他挂了兵，周围同时存在火和兵两种元素，下落攻击，他这个为什么是火圈呢？不应该是扩的兵吗？还有前面的这个拿着火枪手的球球人啊，给他上个兵，好吧，干预给他上个兵元素。但是他打了我们一下，我们身上有火了，我们给他上个兵，用万叶扩散，无论是大招还是 E 技能，他的这个下了攻击都是火圈，或者是大招是火圈啊，这是因为元素扩散的顺序，火大于水，大于雷，最后大于冰，火是老大，其次是水，然后是雷，最后是冰。如果周围存在水火两种元素，那肯定是火圈。如果周围存在三种元素，水、冰、雷，那一定是扩散，一定是水圈。如果只有两种元素，一个雷一个冰，那一定是雷圈。冰是最菜的。拿这个雷鹰术士我们试一下。首先我们用我们的角色水给它挂个冰，场中有水有雷，那肯定是水圈，扩散下落。之所以是雷，因为是没有打到他，那个他头上水还在。没有扩散到他的水，因为那个太小了。我们再来上个冰，哦，周围有冰有雷，那肯定是雷圈，雷大于冰嘛，看对不对？是雷圈，刚刚是没有扩散到啊。接下来再试一下，用水，我们给它挂上水，哪怕小蚊子挂水也行，开大招直接扩散，绝对是水圈，扩散到两种元素，但它绝对是水圈，看到了没有？这就是水火雷冰。这一个扩散顺序啊，你想要什么圈，记得，比如说你不想扩散火，你可以后放火，先把水圈给扩散出来，这也是能达到双扩的一些原理，并且你有学会这个东西，你打那个熔干也是比较舒服的呀。带个万叶就可以直接扩班尼特的火圈，然后干预每一件都是融化。当然，你要是懒人的话，也可以这样做。首先先扩一下这个冰啊，减冰抗加冰伤。班尼特开大招，万叶直接开大扩火，这样也是双扩。你懒的话，你就直接干预开大。但是其实我们不需要开大，干预重击每一发都是融化，因为它这个是火圈嘛。虽然它的干预养得很烂，但是每一下都是融化，以至于这伤害还是很爆炸的。刚刚场中有班尼特有干预两种元素，它肯定是火圈。那个大招附加元素肯定是火元素。接下来懂了这个，我们再试一下万达国际。这个队伍没怎么练，而且都比较平民啊，零命的万叶，零命的公子，而且都没有专武的。为什么说万达国际是永远的 T0？看好了，公子开 E 挂强水，班尼的大招强火，水不会消失，开 E 扩水，然后下落扩火，这样我们是同时扩散了两种元素，双扩，我们增加了火元素伤害39%。水元素伤害39%，并且敌方有抗性，降低水抗性、火抗性，所以说，然后香菱开大，公子大招13万一下，然后就是逆时针去给他打，逆时针你能多打几下，多融化几下。等香菱的大招没有了的时候，我们再切万叶狙怪，然后再重新打一波就可以了。当然，如果你是2命万叶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公子 E 班尼特 Q， 然后万叶直接大招就可以完成双扩。